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怎么学中文。这个主要是面向外国的朋友啊，然后刚学中文的，或者说学了一段时间想提升的啊，都可以。我们会讲一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也会分享一些让学习变得有趣的小窍门。那我们就开始吧，一起来探索学中文的各种妙招。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起步的秘籍啊，就是你刚开始学中文，应该怎么开启你的这个学习之旅。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你觉得学中文的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就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基础打好？其实我觉得学中文的第一步应该是把拼音学会，因为拼音就像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帮你打开发音的这个世界。就你学会了拼音之后，你就可以读所有的字了，然后你每天可以花一点时间跟着录音去练你的发音，包括一些口部操啊，包括一些绕口令啊，你可以去让你的发音变得更标准。原来发音是一切的起点。对，没错。然后等你有了这个发音的基础之后呢，你可以再去学一些常用的汉字。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描红啊，或者是说一些字源的故事啊，帮你去记忆。那同时呢，你也可以积累一些高频的词汇和一些简单的句子。那你可以用卡片或者是说一些手机上面的应用啊来辅助你。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了解一下基本的语法，那比如说一些常用的句型啊，那你就可以开始造一些句子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基础就慢慢的打牢了。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听说读写这4项在初级阶段应该怎么去安排，才能够让我们的中文水平稳步的提升？其实最有效的就是你要找一些适合你水平的对话的录音，然后你可以反复的去听，去模仿它的发音。那你也可以跟着一些语音去练你的这个发音。那同时呢，你也要大胆的去开口说。那你可以自己去模拟一些场景，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找一些语言交换的伙伴啊，跟你对练。那你也可以去读一些有拼音的小故事啊，或者是说一些简短的新闻啊，那你可以去结合一些图片去理解它的意思。那你也可以去写一些简单的句子，或者是说小日记啊，你可以去模仿一些范文去写一写。那你可能每个月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你可以自己去测一测你自己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几个月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这4项技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同步的提升。那就是说我们在初学中文的时候，怎么才能够让自己一直保持一个动力，然后学习的效率很高呢？其实你可以把你的目标拆分成一些每周每月的小目标，然后你可以去用一些 app， 或者说一些线上的课程，或者说一些短视频，这种比较丰富的形式去学习。那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学习群，或者说去参加一些汉语角。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那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些节日，或者是说一些习俗啊。那你可以去结合这种文化去理解这个语言。那你也可以每隔一段时间自己做一个自我检测，或者说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成果展示出来。那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那你就会比较有信心。那你整个学习的过程也会变得比较有趣。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第2部分，技巧攻略。这一块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怎么才能够科学的去制定你的学习计划和目标，然后让你的中文可以进步得更快呢？其实这个就首先你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对，就是你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旅行，还是为了兴趣？那这个就决定了你之后要学哪些内容，要怎么去学。原来目标的设定是有讲究的。对，没错没错。然后呢，你还要把它拆分成每天、每周、每月你要完成什么。比如说你每天要学几个单词，每周要掌握多少语法点，你要自己时不时的去检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发现问题就及时的调整。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既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进步，也可以保证你的这个学习方法是有效的。那你肯定就可以进步得更快啊。那如果想要快速的提升中文的能力的话，怎么才能够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语言环境呢？其实你可以抓住一切机会去听中文。比如说你可以收听一些中文的广播，或者是看一些电视剧，然后或者是甚至你可以在你的日常的一些
活动当中，比如说你做家务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你的一个背景音，那你就会慢慢的习惯这种自然的表达。哦，这样的话会让你学得更自然。对，没错没错。然后你也要多开口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些汉语角，或者是说找一些母语者跟你对话，或者是甚至你可以用一些 app 和那种 AI 进行语音的聊天。你平时也可以用中文去写一些购物清单啊，或者是说一些小的笔记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听和说都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那你的中文肯定就会进步得很快。哦，那就是说这个声调啊，还有这个汉字啊，总是让人很头疼。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用的这种记忆的小窍门？比如说这个声调吧，其实你可以用数字去代替它。比如说一声就是一，然后你就把它标在那个字的旁边，你在读的时候就像读乐谱一样，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这个声调。对，那你就可以避免比如说你把这个马和妈搞混了这种。哦，这招太形象了。对，然后记汉字的话，你可以去把它的这个部件啊，还有它的这个意思去联想一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木，你就想到是一棵树，看到一个林，你就想到是很多树，再加上你去反复的去写，反复的去默写它，再去通过一些阅读啊，或者是说一些实际的场景去多用它，那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你记得又快，也不容易忘。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三大部分，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用一些有趣的窍门，让学中文这件事情变得一点都不枯燥。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让中文学习变得更高效？其实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学习拆分成5分钟、10分钟的这种小块儿。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吃早饭之前，你可以玩一个汉字的小游戏，就是你用果酱在你的面包上画一个字，然后让大家去联想跟这个字有关的一些词语。那你这个就是又有视觉又有这种联想，你就会记得特别快。这样的话就是生活和学习就无缝的结合起来了。没错没错。然后比如说你刷牙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些有趣的故事，就是你不刻意的去学，但是你的大脑其实已经在吸收了。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玩一些比如说找字的游戏，或者说一些这种情景的联想。你在等餐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 app 去玩一些这种声调的小游戏。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轮流来说一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的字啊，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绘本故事混着中文英文一起讲。就是这种方式，研究发现这种方式能让记忆留存率提升60%以上，还能激发主动学习的兴趣。那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这种多感官的这种和这种游戏化的这种方式，可以让学中文变得更有趣？有啊，比如说你可以把家里面的一些物品都贴上标签，然后你每天可以规定一个时段，大家只能说中文。你还可以配上一些中文的儿歌，让大家边唱边跳。就是这种视听触动会让你记得特别牢，听起来就互动性很强。没错没错。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偏旁的抽拉卡，你可以去玩一些这种识字的小游戏，还有一些这种 app 上面的这种 AR 的汉字的扫描，你可以去认识一些新的字。你也可以去把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诗歌变成一些家庭的小剧场，让大家去分角色的表演。这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让你不仅仅是去锻炼你的口语表达和你的想象力，而且会让你觉得学中文是一件特别好玩、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那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获得这种动力和成就感？其实可以给你自己设置一些小目标，然后每完成一个小目标，你就可以获得一些积分。你可以用这些积分去换取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小礼物，或者说你可以定期的录下自己的声音来对比自己的进步。甚至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你写的一些小诗啊，或者是一些故事，集结成一本属于你自己的小册子。这些方式听起来就特别有仪式感。没错没错。然后包括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组成一个学习打卡群，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分享自己的一些有趣的发现。包括你也可以用中文去聊一些比如说流行的短视频，
或者是一些你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你可以去尝试做一些中国的美食等等的，这些结合了奖励、社交互动和实际应用的方式，能让你越学越有劲头，收获满满的成长感。好吧，今天咱们这个播客从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聊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窍门，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然后也能够在坚持当中慢慢的去体会中文的这种独特的魅力。对，学中文其实就像一场冒险，每一步都有惊喜，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